早上好。早，早啊，各位同僚，早上好。放那儿。陛下没到。哎，你看没？你看这一片儿没？都是文官站的地方。哎，待会儿啊，您呢就站那儿去，站那儿。哎，我呢，站那儿。你先过去啊。哎，这不还没来呢吗？聊会儿。聊会儿你早上吃的什么呀？啊，西施那肉饼不错。哎，我瞧着这好像也不是最大那个店吧？是还需等陛下定夺。没错。陛下呀，嫌那个正殿啊太大了，人又站不满，说话又听不清，所以上朝呢就换这儿啊。原来如此。那我先过去了。哎。这什么情况啊？陛下给赐的座，拜他。太子都站着了，那谁呀？枢密正使秦业。枢密正使啊，军方第一人。可不，咱们秦国所有的兵将都归秦老将军调遣。没穿盔甲？有不少，这不上朝呢吗？哎，那另外这把空的椅子后头又是哪位啊？啊，别，不至于啊，不至于。不用你。别睡了，都看着呢。啊，林相来了，我没睡，醒着呢。我们家世伯这么威风呢？百万之寿啊！范大人，我这是我的位置，我就站这儿了啊。您的位置在那儿呢啊，您站那儿去，我就不陪您了啊。哎，龙椅呢？啥？怎么不是龙椅啊？这拽我吧！陛下嫌这个龙椅啊硌得慌，就给换了。这么任性？哎呀，小点声儿。陛下说了啊，什么椅子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得看谁坐上去。那陛下这话说的有点道理。陛下的话都有道理。哎，所以说起来，这殿上除了陛下以外，能坐的只有这2位。3位，这不是2把椅子吗？确实是3位。是在等我吗？你们闹的哪一出？此话怎讲？范闲的思辨辙是不是你教他的？孩子自己的主意，你就没煽风点火？真没。你说的话一句都不能信。你也知道，待会儿殿上我的身份不好开口，可都察院那边怨气又重，你等会儿护着点儿。
怎么不说话？没法说，一句话都不行。你少来这套！大家使劲。这秦老将军一直这样，咱别拿老将军打趣行吗？我就问问他们，这也不行。万贤，是我，您是？我读过你的诗集，也欣赏你的文采。不是我写的。我知道，仙人入梦，传你诗文。也不是什么仙人，是另一个时代。读书人应该知道克明俊德，你怎么不明白这个道理呀？不管你身后有何依仗，不管你的文采有何经验，我今必正国法，扫除奸佞。阁下是？这位便是左都御史赖明成。殿下，赖大人是督察院第一名士，人品学识都令人钦佩。赖大人留着点力气，太合适。殿下见笑了。孰忠孰奸，一会儿便见分晓。哎，人品没问题，就是不懂得变通，要不然怎么会一直坐镇督察院？哎，今日打算如何应对啊？臣是老实人，自然老实应对。老实人，老实人好。拜见太子殿下。二哥，切莫客气，太客气了，容易伤了情分。殿下这话说的我心里暖洋洋的。别烫着就行。这句话又凉了，凉这么快吗？与太子共勉。陈院长怎么还没到啊？我还就不信这邪了。身体不如年轻时候了吧？连我这半个人都推不上。你快拉倒吧！你是往里面藏什么东西了？这么沉？绝世神兵，你说的话一句都不能信。不信。不行，我得去找个人帮一把。你等等。不用了。先生，院长，殿下也来了，来吧。第一次见面，你挡我坐骑，怎么还翻上旧账？之前知道你胆大，没想到这么大，一个人对上整个督察院，硬气。殿下也是来看热闹的？这还用问？来吧，太哥。您怎么一头汗啊？待会儿可别动手。放心吧，我又不是疯子。什么情况？陛下马上就到了，麻烦点，您赶紧回到你自己的位置上去，记着，千万别乱动啊！哎，这一共敲几声啊？哎，行，
诸位，督察院的事儿都知道了吧？范闲的自辩者你们都看了吗？没看。好好看清楚。都看清喽。赖明成，臣在。你参的什么呀？探协律郎范闲，收受贿赂，骄横枉法。范闲，臣在。你认罪吗？臣无罪可认。所谓收受贿赂、骄横枉法，臣不知从何说起。赖明成，检书司贿赂监察院一处，范闲当众受贿，人证众多，绝无虚假。认吗？哪有受贿？臣冤枉。范闲，人证证词皆在此，你还抵赖？确实没有，这怎么承认呢？陛下，臣恳请人证。不用这么麻烦。检书司谁塞的钱呢？戴公公。传。传戴公公。传戴公公。传戴公公。陈明明，臣在。范闲是你监察院的人，你该如何交代？监察院也是陛下的臣子，国法当前，绝不徇私。那你看范闲像不像一个贪赃枉法之臣呢？像。不瞒陛下，臣主持监察院以来，看谁都像是不法之徒。你听听，这说的什么话？看谁都像，确是如此。让朕来看看。你看林相像吗？更像。林相怎么会是不法之徒？你重说。陈院长，好眼光，老丫鬟话，您多担待。林相。陈院长，不过跟你开了个玩笑。臣喜欢玩笑。你们俩都跟范闲太亲近了，说话不算数。金将军，臣在。你觉得范闲像贪赃枉法之臣吗？陛下，臣只知道带兵打仗，别的一概不懂。不过，臣觉得他不像。为什么？范闲出使北齐，在北齐王城升我大庆战旗，就连我们这些当兵的看着都觉着过瘾。确实，没错，我也听说了。
这样的风华少年，不像是坏人。多谢秦老将军。我也就是实话实说。听说你小子勾搭北齐圣女，长脸。秦老将军，这些可都是谣传呐！啊，也可能有啊。师傅，真不是。我就是胡说八道，您别往心里去呀。了然。我鞋掉了，让我穿上鞋再上殿吧。殿前失仪，诸位也会受到牵连。老奴拜见陛下。戴明城，戴公公，请看，此为证词，监察院一处查封了检书司。戴公公当即赶到，塞给范闲3000两银票。戴公公，此事认吗？不是这塞银票有当众塞的吗？听着就不合情理，是吧？他封了信，封了怎么知道塞的是银票啊？范闲直接拆了，他不仅拆了，而且还报了数额。此事，在场之人皆亲眼所见。收钱收到了这种地步，可见范闲的气焰何其嚣张！看我干什么呀？问你呢？回话。戴公公，铁证如山，你要想清楚。戴公公，木皇不就是3000两吗？检书司立了口供，这点罪名动不了你。3000两，3000两只是冰山一角。陛下，我督察院近日上下进行细查，也是检书司作恶多端，轻易就查到了罪证。据查，历年来检书司压榨菜农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就是这位戴公公，他在城外的私宅就不止1、2处，他还利用菜价设下圈套，好些菜农被逼至卖儿育女，甚至把自己的亲生女儿送进了青楼。如此恶行，天怒人怨，百姓私下里称检书司为血肉司。呸！赖御史倒是慷慨陈词，只是不知这罪证可否扎实啊？证据确凿，请陛下过目。赖御史，
林相，我大庆法度森严，刑部、大理寺乃至府衙各掌其职，就算臣子枉法，也该按律彻查，哪有将罪证递到陛下眼前的道理呀？林相，你的意思是朕不该看这个折子是吗？陛下万圣之君，没什么看不得，只是臣领6部，有违陛下分忧之责。若烦劳陛下，长此以往，只怕6部懈怠，法令不彰。有道理，朕不该看。林相错了。第一，检书司隶属后宫，自当圣裁。第二，我督察院有弹劾百官之责，将罪证呈于陛下，不算逾越。还有第3吧？这第3，6部皆由林相辖制。检书司一案，我参了范闲。众所周知，范闲将是林相的女婿，林相理应避嫌才是。赖御史怕我徇私？人皆有私。林相清正刚直，要说徇私，朕第一个不信。我是第2个。陛下，赖御史言之有理，检书司一案该由陛下圣裁。我可信得过你哦？臣不太敢相信自己了。赖明成，臣在。给他自己看看。老奴错了，陛下开恩的，老奴愿倾家荡产，将功补过。陛下，他认罪了。灰飞烟灭。押此进。陛下开恩的，陛下开恩的，开恩的，陛下啊！范大人，眼见如此下场，你有何感想？这个姓戴的真不是个东西。赖御史为民除害，百姓会记住你的。到了这一步，你可认罪？我何罪之有啊？你敢说那3000两你没拿？那倒是拿了，这就是认了。哎，等等，赖御史的意思是说，这3000两我拿了，就是受贿？你敢说不是？赖御史啊，你怎敢诬陷皇子啊？你胡说什么？那天在检书司，我是不是当众收的银票？正是因为如此，才能把铁证坐实。那我问你，殿下是不是也在？殿下也在。殿下是在的。我若有违国法，那事情过去这么多天，殿下因何不参我？赖御史说我收受贿赂，殿下却视若无睹，岂不是殿下与我同流合污了？这构陷皇子，其心可诛。殿下怎么不参呢？儿臣当日的确是在检书司。你看到他拿钱了？看见了，正如赖御史所言，收这3000两与国法不容，儿臣本该参范闲一本。那怎么没参呢？因为我相信你。范闲才华兴世，入京都不久便有了诗仙之名，更是身担监察院重任，可谓是
前途似锦，儿臣想来想去又不觉得这样的人会为了3000两自毁前程。如若他私下如此，儿臣知道了必定参他一本。可他当众收钱，就有些匪夷所思了。儿臣以为他定是另有所图，因此也就试着再等等，再看看。说得好，殿下方才所说的，正是我想说的。那也许你以为3000两数目太小，就铤而走险呢？荒谬！京都百姓1年存银未必能有数十两，3000两的银票对于他们来说就是无法想象的巨款。我等在朝为官，当守国法、体民情。赖御史此般言辞，真叫人心寒。那可是这3000两你收了呀？是啊，你真的拿了？对呀，赖御史钓过鱼吗？没有鱼饵，鱼会上钩吗？你故意收贿赂，是让简书司上钩。实不相瞒，简书司种种恶行，我也早就看在眼里。为国除奸这想法与赖御史不谋而合，心有灵犀，说的就是咱们俩。你们看，范大人真是巧舌如簧啊！事实就是如此啊。那你说你也在查简书司，可有实证？3000两银票一拿到，就转交给陈院长了。要查简书司的想法，也和院长说过。当真？当真。这不就成了个误会了吗？本来就是个误会。陈院长，不是不信你的话，我只是想再多问一句。范大人，既然你说是误会，当初我等众卿在参你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在自辩折上把事情解释清楚？赖大人，哪敢在那上面解释啊？为什么？一个小小的简书司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胆量？这朝堂之上贪腐之辈可不是1个2个。你也怀疑我们督察院？不只是督察院，下至百官，上至皇亲，我呀，谁都不敢信。既然是查贪，那3000两银票收了这么久，为什么至今不见下文？要不是我们督察院，恐怕简书司到现在还会安然无恙。是我犹豫了。犹豫什么？查贪是应该的，但问题是能查多久，敢查多深？怕了？不是怕，是担忧。清正吏治是我等为官的根本，我们既受皇恩，怎敢姑息此身？赖御史这话代表自己，还是整个督察院？我督察院上下皆以报国为己任。你们监察院不敢查的，我们督察院敢查；你们监察院害怕的，我们督察院不怕。好气魄！佩服！你听听，你听听，陈明明，老臣惭愧呀。这些年来，监察院确实有所懈怠，你要给朕一个交代。陛下，这段时间，各路府衙查出了一些贪官，有些牵扯狡猾。本来想放一放，今日看来，如此责任应该交到督察院手中。那陈院长这名册是早就准备好的，凑巧赶在今日，就等着这一刻了。督察院若不愿意接，我们监察院也不强送。贪官已经查出来了，
剩下的事儿监察院把它办了，不就完了吗？怎么还把差事往外送啊？所以说牵扯极广。监察院也是怕了吧？怕着怕，只是费时费力呀。有些官员不在京都，却跟京都往来甚密，甚至和朝内的皇子都有牵连。这个案子如果细查下去的话，旷日持久。监察院诸事繁忙，没那么大精力。秦将军既然问到这儿，是不是要看看这个？别，本人不识字，也看不懂，不看。林相，无人敢接。陛下，这名册我督察院愿接。为国解忧，岂能退缩？忠勇有加，你还是看清楚再说吧。陛下，臣忍不住有话说。启禀陛下，赖御史一腔忠肝义胆，叫人心折。只是此事若真与皇子牵连，只怕赖御史撑不住这重担呐。有国法在，有何撑不住？查明真相，是还皇室清白。如果真有皇子牵扯其中，还请赖御史顾惜自身，切莫冲动。陛下，如果真有皇子牵扯其中，我督察院也要彻查到底。天降御史，不畏宗亲，为我庆国铲除奸佞，清正吏治，此乃庆国之福啊！天降御史，庆国之福啊！陛下，赖御史真乃国之干臣，臣愿收回送给督察院那幅字。你想收回来就收回来吗？臣向督察院低头认错。哎，范闲，在你的思辨者里写着现在奸臣当道，朕想问问你指的是谁呀？自然是天下的贪官污吏，绝不是督察院诸位御史。赖明成，臣在。好好办差。陛下，臣愿还我庆国一片云散天晴。朕很期待。我来扶世伯，也没这么老。世伯的官威，非常人所能及啊！想借多少人？啥？想借督察院彻查老二。终究是瞒不过世伯。是陈萍萍教你的？我自己琢磨的。赖明成确实是把好刀，
只是我确实有几点不解，想请教师伯。方才殿上站出来那几位，并非是我事先的安排。若不是他们在那儿添柴拱火，效果也不至于这么好。想知道他们是谁的人吗？是您的安排。可是您怎么事先知道我要针对老二呢？这么多年的相位，倒也没有白做。这几位站出来，不会牵连到师伯吧？谁说那几个是我的人？不是。那是谁的门下？二哥，二哥怎么办先？太子有何吩咐啊？今日这朝堂可真是热闹。二哥觉得呢？赖御史够硬气。这么多年，这督察院都可有可无的，这些御史也都憋坏了。要不然也不肯接着查贪的差事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查贪终归是好事，只要不是私怨，就是好事。私怨从何说起？莫非今日这贪官名册，二哥猜出来都有谁了？不知道。还是应当自省其身啊！咱们做皇子的，应该注意那些走得近的官员，不能丢了皇室的颜面。你说是吧，二哥？太子这话可真讲究。我也是刚刚有感而发罢了。你看刚刚跳出来那几个说天降御史的，个个慷慨激昂，为官者态度如此鲜明，实属少见啊！这说明什么呀？查贪是民心所向，众望所归。怎么了？佩服。何以见得？对着厨子摔碗，太子这手段犀利。什么厨子？太子教诲，臣定当谨记，一刻也不敢忘。殿下，啊，咱们接下来是不是得帮着赖御史一些？咱们什么意思啊？殿下，我等隶属太子麾下，自当尽心竭力。等等。督察院那几个一根筋，非要自己办案，咱们看戏不就好了吗？为何要亲自下场啊？看什么？那几位，不是殿下您的意思吗？不是，你说哪几位啊？煽风点火啊，夸天降御史那几位，怎么就我的意思了呢？他们不都是太子门下吗？不，什么叫我门下呀？一直都是啊。那我怎么不知道呢？这就对了，啊，这个投效太子者众多，就是这几位吧，职业清闲啊，没大用处。应该还没有机会和殿下见面。那几个真是我门下？千真万确啊！他们为何跳出来？不是您安排的吗？我安排个鬼呀！他们为什么在那个时候跳出来啊？怪不得又是厨子又是碗啊！厨子？什么厨子？锦书司的。太子门下。听您的调令，倒也不难。师伯厉害，没你厉害。回来这么多天了，也不去看婉儿爷，怎么？北齐圣女不让你去？
师伯，传闻可不能信啊！我跟那盛宇，我跟婉儿，我的为人您是清楚的。别跟我说，跟婉儿解释去。不是我不想去见婉儿，实在是回京之后诸事繁身，一刻也脱不开身啊。要不是借口，师伯，确实有难言之隐，与北齐圣女无关。他也是在等你呢。那我晚上就去看他。晚上？不是晚上，白天一有时间就去。趁我还在，抓紧上去。吓我一跳，您这身子骨可比我硬朗。世事难料啊！范闲这么能折腾，是不是你教的？不是，是他自己琢磨的。论他的年纪这般年轻，能有这心思也不错。自从范闲进入京都，没让人失望。你的腿没事吧？站久了腿酸，没事，没关系。以后在殿上专门给你设个座。千万别，臣受不住。范闲进范家祠堂啊，不进也好，就他的性子，先别拜了。进不进祠堂也不要紧，还是姓范。至于闯祸嘛，臣多教他；真惹了事儿，臣给他担着。陛下，你看他就是这个脾气，也就是陛下能体谅的。朕够体谅你们吧？可是谁体谅朕呢？陛下这意思是，范闲跟老二在殿上闹成这个样子，你们连劝劝都没有，为什么？说他走私，可什么实证也没查着，转头又去查贪腐，你们来回帮腔，是查贪腐吗？你们这是在查朕的儿子，真以为我一点亲情都不念吗？我可一句话都没说，都是陈琳琳帮腔。陛下，老臣觉得，如果这个争端起了之后，不如把它闹大。他是朕的儿子，他也是庆国的皇子。陛下，二殿下从小聪慧，经营多年，现在羽翼已丰，他本人没有任何问题，只是他身边有很多心怀叵测之人，应该清扫一下。清扫？你们只是想清扫朕的儿子。能帮陛下清理门户的只有范闲，怕就怕鸟尽弓藏。不会的，范闲聪慧，只会把别人当刀使。今日朝上你也瞧见了，太子门下煽风点火，这种争斗，范闲就不该牵扯进去。不是太子，明明是太子门下。不是太子，太子门下不是太子指使，还能是谁？庆国国法森严，朕与有容焉。什么意思？今天在朝上有一句话，陛下很不高兴。哪一句？陛下万圣之君，没什么看不得，
只是臣领六部，有为陛下分忧之责。若烦劳陛下，长此以往，只怕六部懈怠，法令不彰。这话没错。怂恿太子门下的是凌相，他想挑起皇子之争，可这么做对他有什么好处？也是想再看一看庆国未来之王是谁。这眼光未免放得太远了。不光是眼光吧，是手伸得太长。殿上那份贪官名册，真是监察院查出来的？这还能有假？我猜，那名单上的人，不是监察院主动想查，而是小范大人提纲挈领，亲自选出来的。殿下真聪明。认了。为何不认？为国除奸不分你我。我个人的些许努力，也不过是监察院荣誉的一部分。那名单上的都是我门下，你这也太会挑了。您门下？殿下恕罪。您也知道，我在京都时日不长。我斗胆问一句，这六部九司各道府衙，您个人门下究竟算是隶属哪个部门？什么编制啊？私人交往，只是朋友。那就没事。殿下放心，交友不慎，不违国法。那我可太欣慰了。殿下以后注意。我马车在前面，陪我走一段。没问题。走路嘛，也不违法。凭良心说啊，自打你来到京都，我对你一直是欣赏有加，乃至掏心掏肺。凭什么？那俩字儿没听清楚。哪怕到如今这步田地，我依然能再退一步。名册上那些，查就查了。我希望呢，到此为止。做人嘛，别太过分。殿下这句“别太过分”可就太过分了。怎么查查到哪儿那是国法，可不能讨价还价。不信你去问问督察院那些御史。我人往死了逼，又没犯法，你怕什么？我不怕死。你可真勇敢。京都城内谁都会死，但不是我。殿下慎言，老活着不死的，可都长了壳。小范大人如今自然是意气风发，遵纪守法，自然活得踏实。就是在京都待的时间不长，有时候待久了，人脉总会多些。殿下说的对啊，来得晚，没人脉。不过好在范某总有些职务在身，怎么看也不是孤身一人。
我知道你送范思哲北上。殿下什么都知道。你也太狠心，天寒地冻的，怎么忍心送自家弟弟去北齐受苦？我这个人心软，见不得兄弟离散，因此就派人跟了过去。算算时间，这会儿也该把人接回来了。殿下重感情，要是交朋友再小心些，就完美了。我马车在前面，你呢就别送了，等思哲回来再去。好走，来日方长。思哲少爷要是真被他们抓回来，那事儿可就不好办了。叶安，在。你说的没错。什么？是得有个回应，不能示弱。该怎么做？听说抱月楼出了命案。暴露？没有啊。这不才听说吗？属下明白了。照名册查下来啊，京都之内钱财有问题的官吏，着实不少啊。都是蠹虫，全都该杀！真查吗？现在看这一串查下来，多少都与二殿下有所往来。皇子而已，身为御史，就该有连陛下也敢参的气魄。查，往深里查，要让陛下看看，不光是他们监察院会做事情。出命案了！出命案了！出命案了！哪里？看看青楼，叫抱月楼，有人在门口打死了楼内的一名歌妓。那是清都府的事，与我们无关。抱月楼的管事不见了，但是留了一封信给京都府，说这抱月楼的东家是范思哲。范思哲，范建的儿子，范闲的弟弟。范家开青楼，据说是逼良为娼。那个歌妓，她的死或许就跟这有关系。京都府查了吗？不只是京都府，范闲也亲自去了。范闲，他这是要干扰京都府办案呐。大人，这人就是被活活打死的，周围很多人都看见了，仵作正往这儿赶呢，死因应该不会有偏差。还有，圆梦不见了，
京都府正在查。大人，那个圆梦留了封信，说这抱月楼的东家就是范思哲，而且楼里边逼良为娼，时常打骂。这个信一样的还给京都府送了一份。死者是谁？是楼里的歌妓。这是金家姑娘，她怎么还在抱月楼？我不是给她卖身契让她回家吗？大人，但凡这姑娘进了这种地方，她一辈子都要打上青楼的烙印。再说老金头已经没了，这姑娘她哪儿还有家呀？凶手这是故意选的。大人，目睹行凶过程的护院说，那3个人进了院内，未曾询问，也未曾拣选，只是第一眼看见这位金姑娘就动手了，直到活活打死也没问过她究竟是谁。这就是随便挑的。或许他们根本不在乎死的是谁吧。就在那个地方。凶手呢？大人，他们行凶之后就离开了，行踪我们正在追查。别让凶手出京都。大人放心，绝对不让这些凶手逃出升天。老王，我不是让人守住抱月楼，禁止有人进出吗？守了，大人。杀人者身手过人，他们就是想让这事儿跟您扯上关系，咱是防不胜防啊。因为在他们眼里，人命就跟草芥一样，死的是谁都一样。老天都看不下去了。邓子越，全力追捕袁茂。是。